昨天传出来我们的渔船越界被大陆扣留哈。那大陆说这是休渔区、休渔时间非法捕捞，而且那个网太小，捕小鱼违反规定。那我们说赶快放人，赶快放人，把船也放了啊。行政院呢说赶快放人放船，避免不必要的手段啊，赶快放吧。那澎湖这个大禁满88号是捕小卷的哈，那说违反3个罪，违反伏季休渔规定，人家休渔你去捕，在底拖网禁渔区线内违规拖网，而且呢使用的网具远小于国家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所以呢破坏海洋渔业资源跟生态环境啊。大陆从5月1号到8月15，这是禁渔区，大陆渔船都不能出来啊，所以你在海上看到都是台湾的渔船。那么国台办说会依法规处置，他说大陆海警的正常执法嘛，哦，那当然国安局长蔡明彦说，大陆可能借机施展管辖权，削弱台湾主权地位。现在只要找到机会哦，那他就要施展他的主权啊，然后呢否定你的治权。那管碧玲说呢，这个大陆应该依程序紧速放船放人。那海基会也说，我们也去叫他放人放船。那时候妈妈已经90几岁了，也不敢跟他妈妈讲。然后船长呢又有高血压，哦，说没药怎么办呢？大陆说放心，我们会请医生诊断开药给他吃，高血压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啊。那另外呢，就这种情况哦，昨天还有243渔船呢，234艘出海捕鱼，大陆出动大量20几艘海警船，广播你们不要命了，吓得这渔船赶快跑。他们本来以为抓了一个就算了嘛，以前经常就比如40-50艘渔船就抓1艘，对不对？大陆交代就好了嘛。没想到他第2天又来了，又要抓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作业的20-30艘船呢，被广播驱离，现在吓死了哈。船东说呢，大陆的做法会冲击我们小管渔船的生计了哈。我刚刚是看了一下怎么各种朋友的资料了哈。那有一个资料是梁大使以前的大使哈，他这样讲哈，大家注意看看，我海巡署进入中共内水即是领土的一部分，跟领海是不一样的。哦，领海别的国家有无害通行权，但是内水没有。哦，他说执政党故意不提这点，只要求放人放船。你跑到内水跟跑到领海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要不要搞清楚法律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了啊？好，这个当我们过去说到两岸关系的这个紧张状态了，大概会是指的是跟马政府时期这个两岸政府沟通的管道相对顺畅，还有第一线的执法人员对官民纠纷是相对有所克制的那样子的平和状况。可是当你持平而论，就是当渔船跨越双方默契上的这个执法界限活动的时候，你大概心里面就会有相当程度的认知，你就是可能会遭到驱离、登检，甚至是这个船只会受到扣留的执法行动。那我相信这个默契，大概双方的渔民大家都心知肚明，有这个底线在。那陆方的执法强度哦，你说要比过去几年，甚至跟马政府时期相比，强度变强，这个是没有错。但是如果你细究去看法规有没有改严，这一点倒是其实没有，只是在过去相对平和的状况之下，可能执法的强度比较松而已。那这一次这个澎湖渔船大禁满88活动，海巡署已经说了，确实是在中方的执法水域，所以换句话说，并不在我们海巡署的这个护渔范围里面哦。那农业部跟这个澎湖县农渔局，刚刚这个赵大哥也讲，看起来有点在文字上面玩一些游戏哦，就说这渔民传统作业区域，但是其实在默契上，这不是我们的执法区域哦。那二方面，这个水域在大陆方面目前是处于伏季休渔，那白话文讲就是说禁止捕捞的季节了。那就算你说这个默契上是两岸渔民共用的渔场，可是现在是人家规定不能捕鱼、不能捕的时间，你跑去作业，那这个说实在，第一步就已经理亏了。那举例来讲，澎湖最近自己在这个海胆季嘛，那我们海胆季也是有这个可以捞跟不能捞的时期。那现在才刚开始，可是已经发现已经被捞的差不多了，所以看起来是确实有人偷跑去捞。那你试想，如果这个偷捞的发现是对岸的渔船跑来捞，我们当然也会希望海巡署要硬起来，保护自己的渔业资源跟渔民的权益嘛，去强力执法。所以
我认为啊，这个大境满88号，接下来要面对的可能不会是政治性的扣押，反而是很实际的，就是高额的罚金，甚至是对岸的刑责。那这些我们的政府当然必须要对国人提出相对的这个法律或者是经济上的协助，但是你说要去主张叫这个陆方无条件的把人放回来，把船放回来，恐怕在谈判上，我觉得不是那么站得住脚。王慧。我现在看两岸的关系，由于在这个海上真的很像在跳探戈，知道哈？过去可能跳过去一点，他们就是驱离广播这样；他们过来一点，我们可能也是驱离广播。最近这个探戈，大家知道跳探戈会有最后一个定点动作是扭头，要用力甩，好，那个最近这个动作做的比较到位又很用力，这样子哈。我看一下这个，当然现在是那个伏季休渔期的时间啊，哈，那就像刚刚赵大哥讲了，就是我们在海上的这个船真的是蛮多的哈。那这个大境满88号，它其实是进入到对方的这个水域，看起来是蛮明显。但是它这一次不是只是用广播驱离，是直接就扣船回去哈。那我最近有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其实他们不断的强调，在金门的这个渔船事件之后，他们一直觉得民进党政府的一个处理方式是非常强硬的，所以到现在我们的那个胡姓钓客其实还扣在那边，就是说你们要很硬，然后再加上你这个赖清德上来之后讲的这个所有的言论也是这么的硬，那你要硬我们就跟着硬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在一种大家不断的讲恶性螺旋呐，我觉得葛莱仪讲的事情，他说要有防卫韧性跟鼓励两岸对话，这个我们当然都知道，有谁不知道应该要有沟通的管道？应该要有沟通的管道啊。那刚刚佩君特别提到，在马政府的时代，那个沟通的部分，我们现在连最基本的，就一些红十字会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渠道，其实都已经不畅通了，这跟过去有非常大的差别。那这也很简单，就是民进党政府到现在也不愿意好好来做一些对话。那每次只要发生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就互推责任，对岸也是推责任啊。但我们还是要跟对岸讲，就是说，其实渔民有渔民的这个生计啦，那如果这个渔民就是违法，那当然应该要有相关的一个处分，但是这个时间上面，真的在两岸这么冰冷的时期里面，用这种直接扣船的方式，就是也是表现一个非常强烈的态度给民进党。那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国台办强调，海警是在泉州近海依法登检查扣涉嫌非法捕捞的台湾籍渔船，因为按照大陆公安部、还有农业部以及海警局的规定，从5月1号到9月16号是属于伏季休渔期，而大境满渔船在禁渔期间非法拖网捕捞，属于正常执法，依法处置。呼吁渔民，假如进入到比较敏感的水域，可能还是要提高警觉，特别要遵守到相关国家的法令规定。澎渔船大境满88号遭大陆海警船登检扣押，国安局长蔡明彦喊话渔民应该遵守当地规定，但事件背景实属特殊案例。那到底有没有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渔事的一个扣押，还有一个可能后续的一个行政的裁罚来展现中共对台海的管辖权？有没有相关的认知作战的操作或微波效应的处理？那我们会做个完整的分析。陆方将渔民带走，再度敲响国安警钟。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也打破沉默，声明表示，陆委会渔业署将进行沟通，盼陆方依程序尽速放船放人。4号，外交国防委会也邀集国安单位、朝野立委咨询，料将聚焦澎湖渔船事件。没想到计划180度大转变。局长，请回本会先行休息。不开会的吗？说休息就休息啊，有这种事情吗？轮值政委的民进党立委突然喊出休息，随即转身不见，原来是为响应选罢法的党团动员，这让多位列席官员瞬间傻眼。好吧，就是说到底这个船不，当然这是比较特别的啊，就是说除了那个什么苏小慧吧，苏子昌女儿一开始说强行登船，其他都讲说是我们跑到人那边去，哦，那按照民进党的习惯，以前搞不好就会讲说都是他很阿爸故意到我们船上去等等，这是这个态度还蛮低调蛮平和，为什么？哦，到底为什么？是因为事实俱在，也不容去说是人家已经强行在公海强行登船，还是说？就算是人家强行登船，你又怎样？你也不能做怎么样啊？所以呢，干脆就承认是我们船自己违规。为什么这次？我觉得这个他们几个政府态度有点转变。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那么大陆的学者是说了啊，因为金门上次老公不是那渔船呢被我们撞到，然后死了2个人嘛，哦，这个事情在发酵，还继续在发酵，而且2个人我们还扣在这个地方，哦，人家家属说是把遗体还给我们，我说不行，我们本来说要把它烧了，那现在没烧，也摆那个地方，哦，所以这很奇怪，为什么不还给人家呢？所以这是在发酵，然后呢，再像赖清德520发言，所以两岸更紧张哦。那美国说注意到渔船被扣了，鼓励双方和平解决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一定会和平解决了，只是怎么解决而已。罚多少钱？啊，福院都说我渔船闯入大陆的休渔水域啊。那我们本来想救了，但是没办法，我们2、3个船，要7个船啊。那你再弄了，把你的船都被人家弄过去了哦，所以呢，只好回来了，撤退啊。那民进党委员呢，是骂啊。杨耀说：“你们政府都没有宣导啊，渔民都不知道啊，而且他因为他澎湖选出来的嘛。”行政院说：“我们5月就宣导了，说人家的这个休渔季啊，不要跑人家那边去啊。哦，那渔民不听啊，到底要怎样呢？”来，蒋总，杨耀如果是澎湖选出来，真让我意外。他对澎湖渔民的生活跟讯息显然是不了解。5月1号，澎湖当地的媒体、金门当地的媒体都有报道，就算不报道。渔民也知道，今年是2024年，1995年呢，中国大陆呢开始保护海洋资源，它的范围越来越大，时间呢越来越长，基本上面现在只要太平岛以北的水域，太平岛大概在北纬10度左右，它画在北纬12度以北，包括南海，然后呢台湾海峡、东海、黄海，通通都在里面。我觉得台湾，第一个台湾的渔民啊，今天如果在台海周围水域还能够捕得到鱼，你真的要感谢大陆。不管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民进党是怎么给你洗脑的，渔民总是呢见过一些世面。30年前，当我在跑渔业新闻的时候，台湾海峡已经是捞不到东西，但这30年的时间。因为护渔的成功，才会今天大家呢还会有海洋娱乐的休闲活动。你到澎湖吃海胆、钓小管、吃小管，那个很普遍。它为什么在最热的天气的时候护渔？护渔并不是只禁止其他的渔船到它的管辖水域里面来，它有12万条的渔船，通通都一样。12万条渔船，他对他自己的渔船，如果说比较松，对台湾或其他的渔船很严格，那你可以骂他。很抱歉，他对他自己的渔船的管理，基本上面呢，比对于台湾的渔船更严格。我觉得台湾不管是渔船也好，或者政府或者渔政单位也好，真的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在过去，如果没有抓你，是因为考量到两岸情况，不想每件事，因为两岸任何的事情，诈骗案。台湾也觉得送到大陆是不对的，诈骗案你要送回来。今天呢，台湾的水果有病虫害出口到大陆，他暂时把你禁了，你也叫说没关系，我们出口到别的地方，我们有自由凤梨。那这种的渔船的事情呢，也是一样。基本上面大家看到这些的渔船在捕鱼，你会冲到那个地方，你看大金满88号，你有没有看到它的航机图？大金满一出港了之后，想都没有想，直的一条线呢就杀过去了。你看看过去呢，曾经呢被查扣的17条，就大陆临检之后呢，曾经呢查的这17条船里面，其中有2条是被查2次，你就知道其实习惯到那地方去作业的，就到那个地方呢去作业。小管这种东西，其实因为它很容易长，就是1年左右就可以长得非常大，大概就变成是就已经变中卷了。就1小时的小管，1年呢大概就变中卷，大概1年都就很贵，大概30公分啦，它大概就可以长到30公分左右。所以呢，小卷这种东西，其实在那个地方，只要你富裕的好，其实基本上面不会太是问题。可是你看台湾的渔民，可恶的不只是你到那个地方捕，而你的网目是不合格的。你的网目不止呢，你捞小管可能很方便，可是你知道这个季节里面，同时也是台湾海峡的那附近的青鱼啦、鳟鱼啊，这些的鱼类，它正在富裕、正在变得肥美的关键的时刻，所以它对他自己的渔民的限制非常非常多。台湾的渔民，我们会觉得台湾人很善良，台湾人很棒，不，台湾渔民在过去恶名昭彰。
我跑渔业新闻很久，台湾有多少渔船过去，甚至广大兴号菲律宾当然做得很过分，可是过去渔民被菲律宾扣的，被印尼扣的更多，被日本扣的，你有讲话吗？请问你当日本扣我们的渔船的时候呢，联合号被追成那个样子的时候，甚至于沉掉的时候，台湾是怎么讲的？今天不要牵扯到大陆的时候呢，用政治上纲上理，这种的事情其实最简单。既然你都已经讲了，两岸的是互不隶属，你跑过去了之后呢，就让船东自己去处理就好了。这种事情，如果你认为你越界了，你过去了之后呢，你做了呢，当地法律不许，他的渔业法是很严格的，你把他的渔业法看一看，他的渔业法如果严格执法，他自己的渔民都很怕。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体量的国家，它10几万条的渔船，每年有3个月的时间乖乖在港口里面，这种的管理，台湾办得到吗？但是因为他办到了，结果他自己的渔船不能出来，就我们的渔船去捞，你认为他看得过去吗？这么小的网目，那是竭泽而渔啊。最后其实关键只有一个，台湾的说啊，因为你越界了。我觉得这句话，那真的是唾面自干自欺人，没有戒。他今天抓你，不是因为你越界，是你违法捕捞。今天呢，他的海警在执法的时候，不是戒的观念，台湾海峡都他管的。所以今天你不要以为说，因为我进了12海里，所以被抓了，我以后在12海里外面就没有事，不会哦。12海里外面，如果你符合他的所谓的福气禁渔的规定的时候，我认为他照样抓。下次如果在12海里之外逮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到底要表达什么。至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治人物说啊，这个是呢金门渔船事件的延续如何，我认为呢一点关系都没有。福气护渔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做。以后渔民啊眼睛睁亮一点，同时对于你今天还有渔捕，想想看大陆怎么做。不，如果我在想说，大陆既然会护渔，我们也应该做啊。本来就是我们护渔会很差啊，我们有。我们过去其实也有，我们也扣了不少哎。我记得每年大概有扣10几艘有。不是，我说我们的渔也应该有30个，我们的渔船也不出去捕啊。哦，我们倒好，我们没有，我们有些地方有。我记得我们只有时间点跟中国大陆时间未必是一致的，有时候是错开的。我觉得最好一致比较好嘛，对不对？那要协商啊，那就要协商。对，一个是领域要协商，一个是时间要协商。来，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澎湖渔民拍下3号晚间又出现中国大陆海警船逼近跟随，吓得渔民急忙返港回家，导致渔获量几乎挂零。大陆金牌啊，规项船到大陆的拖网啊，这叫金牌啊。渔民拍摄位置大约在金门外海东经118.45北纬23.10。渔民抱怨指出，中国大陆6月27号起展开禁渔期，但是仍有陆船出海，甚至越界捕鱼。目前澎湖渔船被扣在泉州，将移送实施侦办，被控涉嫌违反中国大陆刑法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在禁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款人民币5万元。约合台币22.5万。这起事件也引起美国白宫跟国务院关注。So on the fish boat, we're obviously closely monitoring the incident.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at. We encourage both sides to maintain op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o they can get to a resolution here. 大陆国台办发稿称，查扣台湾渔船是大陆海警正常执法。3号晚间，海基会表示已致函中国大陆海协会，请陆方公开说明始末、登检带回原因，并尽速释放人船。政策方向上是建议渔民要避开陆方的这个福基休渔的陆方的水域，这是有通函给各相关渔会。中国大陆在发布海警3号令之后，声势状况变多，动作变大，海巡署也会加强巡逻。其实我们这个渔船啊，过去其实是2015年、2016年曾经被这个欧盟有给予这个黄牌的这个警告，说有一些违反国际的相关的一些渔业协定的一些作为，所以因此后来也逐年开始改善。那至于说这艘渔船哦，这个我觉得2个因素啊，当然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确实中国是有公布这个休渔的这个时间点跟区域。那后来其实我也问过这个正好跑渔业署的记者，他跟我说，其实确实当时记者都写过，他自己就有写了，所以这个公布这件事情是事实哈。
那再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它确实也是靠中国的太近了哈，因为当然中国有一个所谓的海基线哦，这海基线是属于它的主权领域内，但另外就是海里12海里之内这个所谓的领海。那现在当然是因为是在正好领海跟海基线中间的一个区，所以有一些也说不清楚，说到底那个被捕的状况是在领海还是在11海里多了哦里面。但重点是说，无论是内海或者是领海，理论上都是可以执法的。那当然就是说，有一些规定说，你在这个领海，你如果船舰是自由通行，这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在捕鱼，它其实是不适用这项规定哈。那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本身就是理亏嘛，因为这艘渔船就它的作业范围可能就是违背了相关的规定。但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当然它下面扣留的时候，大家的期待就是不要以政治的角度跟思维去处理这个案子嘛，因为过去其实我们总共2003年至今16艘渔船曾经被查扣过，那过去都是48小时内缴了罚金之后就放人，这是过去的一个常态了。那所以如果按照过去常态的话，理论上我们也是现在已经接近48小时了哦，这个付了罚金可以放人，这是最理想的状况。那最不理想的状况，就这些人被作为政治谈判的工具啊，或是政治谈判的筹码啊，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包括这个中国、俄罗斯等等，也都曾经就是把相关的一些，像中国曾经对2个加拿大人。扣留说，他们说这个你不释放这个华为的孟婉如的话，我们就继续把它扣留下去，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这都是我们不乐见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这个此时此刻要非常谨慎的处理这个案子，要小心避免这件事情被政治化。就两岸呢，你抓我抓你，其实很普通啊，为什么这次搞得轩然大波？你看今天的所有媒体是头版头条在登啊，晚会。所以我想刚刚前面有提，大家都讲到了，就是说，如果这个本身在这段时间它就是一个休渔期，那它本来到底有没有违法？其实像我们自己在宜兰地区，我们有看到，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国际的规范，刚刚以前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就已经被警示了。所以我觉得大家有相关规定的时候，撇开政治不谈，确实我觉得应该要回来看，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很讲永续嘛，要维持这个海洋的一个生态。刚刚香龙其实解释的非常的清楚，他在整个的这个海洋生态里面就 SDGs 其实还是蛮重视这个部分的。但是我们老渔民呢，可能有原来的一些捕鱼的一个习惯但是。如果说我们大家都遵照规定的话，大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事件。过去也可能都真的有发生，可是呢，就是因为最近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升温，两岸就是比较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事件上面，我觉得难免大家会进入去讨论，就是说，那能不能像过去那样子去处理就好，还是就是说，因为最近实在太冰了，光对话的通道渠道都没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没有办法就事论事。我觉得就是这样了就是说，本来你抓我个船，我抓你个船，过去很普通嘛。怎么会到吗？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媒体的头版头，就算大家在看，这就是会不会是一个开始啊？会不会又开始两边就彼此你搞我，我搞你啊？你抓我，我抓你；罚我，我罚你啊？会不会是一个开始？因为两岸关系不好嘛，所以这个变成一个指标案件。休息一下再回来。